大家都在说我这个视频里面很少有这个早餐的主题，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做6道早餐。有时候呢，你工作比较忙，不得不吃泡面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泡面怎么做呢？我今天先教大家做一道番茄煎蛋面。好，第一步呢，我们煎2个蛋，锅里给少许的油。这个是不粘锅，就不需要去制锅了，直接煎就好了。还是这个锅，我们来点油，来点干葱碎，或者是你没有干葱放洋葱都可以啊。来点蒜蓉，切碎的番茄，下锅先给它炒一下。这个开最大的火给它炒一下。炒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小勺的这个番茄膏，可以增加这个番茄的味道。如果你没有这个番茄膏呢，可以加番茄沙司。好，炒匀之后呢，我们就加点清水。好，开以后呢，我们下入这个面饼，稍微倒点老抽，和点蚝油，加点盐。好，放入刚刚我们煎熟的荷包蛋，盖上盖子，煮个2分钟。好，2分钟到之后了，我们放几根青菜，撒点葱花。好，可以出锅了。第二个，做一个西葫芦早餐饼。好，这个西葫芦要提前给它洗净，洗净之后要把头尾给它切一下，中间给它对开。里面这个心呢就不要了，因为它的水分特别多，我们就不要这个心了。啊，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切丝比较难的话，可以买那种刮丝器，一刮就出来了，也是可以的。其实就是一个目的，把它切成丝就好了。但是这个丝不要太粗哦。好，切完之后呢，我们稍微加点盐，给它腌一下，把多的水分给它腌制出来。它里面有黑胡椒、柠檬海盐，你没有这个盐，可以加点普通的食用盐都行。其实就是一个目的，把这个里面的水分多给它腌出来，拌匀一下。让它腌这个10分钟左右。好，时间到了之后，我们把多的水分稍微给它挤一下。好，我们把多的水分稍微给它挤干之后呢，接下来直接打入2个鸡蛋。这里面已经加了黑胡椒、柠檬海盐，有盐味了，不需要再去加其他的调料，给它搅散。好，就我们找个平底煎锅，这个油不要太多。好，直接下入我们这个西葫芦，开中小火。好，定型我们沿着锅边给它喷点油。要给它甩一甩，这样的话它加的会更加均匀一些。好，定型锅我给它翻面。一样的，我们再喷点油。好，定型锅还是甩一甩。好了。煎熟这个传出来，放上厨房纸巾，再给它吸油。第3道，做一个早餐三明治。这个是2片吐司，我们稍微给它改刀一下，中间给它切开。好，这个是切碎的一个包菜，我们给少许的黑胡椒、柠檬海盐，打点蛋液，这里是3个蛋，看能不能放完哈。我们先倒个2/3，看一下，不够我们再来倒蛋液，3个蛋倒完，好，给它搅拌均匀。接下来我们开始煎，锅里要喷少许的油，把牛肉饼先给它煎熟，啊，直接下入牛肉饼，中小火慢慢去煎它。煎的时候我们适当给它甩一下，这样的话它的受热会比较均匀一点。好，定型之后我们给它翻面。好，我们煎熟之后呢，从中间给它一破2改刀。油饼煎完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煎一下包菜，开小火，锅里喷少许的油，下锅，先给它摊薄，把吐司面包放进去，两面稍微都给它沾上这个蛋液，按一下，
来再翻面一下。好，开中小火，我们沿着锅边喷点油。定型之后呢，我们稍微给它甩一甩，转一转，这样的话它收的会更均匀一些。好，翻面一下。翻面的时候，我们把火关小，开始把它折叠起来。刚刚煎熟的牛肉饼放里面来，芝士，好，来2片芝士，稍微开小火再给它煎一煎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给它叠起来，从中间直接给它叠起来，好，出锅。接着我们找个纸给它装一下，挤上黄芥末酱。第4道呢，我们做一个营养吐司，简单给它升级一下。好，第一步呢，我们吐司呢，然后这个是一个普通的白吐司，用小刀，中间给它稍微掏空一下。好，水开以后，我们在锅里给点盐，来点油。这是一个切碎的胡萝卜粒和再把西兰花给它焯熟。好，我们快速给它焯熟之后，给它水过滤出来，直接倒入凉水中。不然呢，一会儿就发黄了。我们给它降温，焯熟的蔬菜稍微给它多的水分，给它用纸吸一吸。这步呢，我们找个不粘锅，在锅里要喷少许的油，面包圈、吐司圈给它放到中间来，先打入一个鸡蛋。好，现在把这个之前擀熟的西兰花和胡萝卜呢，我们放点在里边，稍微给它升级一下，加点蔬菜，接着来点芝士。好，把这个掏出的面包片给它贴上去。好，现在开火，开中小火慢慢去煎它。定型之后，我们稍微给它甩一甩，这样呢，它收的会更均匀一些。好，我们煎的时候，等到这个差不多里面的芝士和这个蛋化了之后，它就会粘在一起。这时候我们给它翻面一下，这个时候一样的哈，我们开中小火喷点油。好，熟了之后我们给它传出来。吃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配杯酸奶，来点这个坚果碎，好，再插上个薄荷叶。第5道呢，我们做一个酸汤面叶。其实这个面叶就是馄饨皮。之前有朋友反映我们在国外买不到馄饨皮怎么办呢？今天我教你做。好，这里呢是1斤的中筋面粉，我们加入1小勺的盐，大概就是2克左右啊。我们来一个这鸡蛋。好，这里也是180克的清水。我们先留个20克备用，不要一次性加完了。主要是每种面粉它的吸水量是不一样的。这微微有点干的时候，我们再加点水。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就是丝绸度啊，它差不多比那个水饺皮要干那么一点点，不要太软，太软的话待会儿是不好擀的。好，我们尽量给它揉到这种光滑状态，虽然说比较干，但是呢你稍微揉一下可以歇一下，它一定是比水饺皮稍微干一点点。好，我们给它封上保鲜膜，稍微醒发个半小时，我们再来做下一步。一定要给它封起来，不然的话很容易吹干的。好，这里呢没有案板，只有这个岛台，所以说我们只能在岛台上面擀，简单给它揉一下。揉长之后呢，我们稍微给它按一下，用擀面棍先给它擀长，擀的时候呢给点铺粉，防止它下面粘连。中途可能会有些气泡，这样我们可以用个牙签给它稍微把它气泡给它放一下。接着我们找个大点的擀面棍，把下面多的地方给它切掉，来点铺粉，我们给它卷起来，按照这棍子两边，这样啊，轻轻给它推一下，就可以让它越来越薄，越来越薄。最后呢，我们再给它修一下哈，先切成条。好，切成条之后，我们稍微给它铺一层土豆淀粉，这个时候要加土豆淀粉，不然它会粘的哈。薄薄的一层土豆淀粉，开始是加面粉，最后一次我们加土豆淀粉。好，给它重在一起，改刀一切，切成方块。我们直接拿一部分出来，给它改个形状，稍微给它切成三角形。
好，头散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调个酸汤。好，给一小勺的盐。酸汤你的盐一定要重一点，因为那盐咸醋才会酸。如果你的盐不够的话，它是酸味，它出不了香的。糖不要太多，其实它是一个中和的作用。好，来个1勺半的生抽。好，陈醋来半勺。好，来1勺芝麻香油。有些朋友可能喜欢吃猪油，如果你加猪油的话，就不要加这个香油了。给点葱花，来那个虾皮，来点这个紫菜，这里是一个榨菜，再来点香菜。好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下入这个面液，下的时候稍微给它摊开一点点啊。顺便接下来我们拿点水了，直接灌到这个汤里面。好，盐有淡的时候呢，你稍微再加一点毛毛盐就够了。好，可以了。出锅前稍微给点凉水，给它浸一浸，捞出来，把水控干，直接放到碗中。上个菜来教大家做一个面液，那么剩下的面液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做一个鲜虾馄饨。好，第一步呢，我们把这个鲜虾清洗过后呢，放在纸上给它吸吸水分。好，这个虾仁是去过虾线的，我已经开了背破开过了。简单给它吸过水之后呢，我们放在砧板上，用刀一拍。好，拍完之后，我们用这个刀背稍微给它剁一下。如果你用这种刀刃去剁的话，会剁得非常的融，看有这种小颗粒感，吃起来它是非常舒服的。好，这里也是一个胆熟的西兰花，给它冲凉之后呢，我们给它切碎，待会儿好一起加到这个鲜虾馅里。给它压2刀。这里是一个切碎的一个胡萝卜，它是生的，就是没有焯过水的，因为切的比较细，这种其实比较小颗粒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拌一下这个馄饨馅儿，接下来我们加入少许的盐，来点这个白糖。啊，这里如果你是小朋友吃的话，其实我就建议不要加胡椒了。如果你是大人吃的话，就可以加点那种白胡椒粉。接下来来点生抽就好了，稍微给它揉一下。这里也不需要调的特别的盐味重，因为我们的汤里面还有去调味的，所以这里的盐味只调一半就够了。加入这个胡萝卜粒、西兰花一起给它加到里面，来个2小勺的土豆淀粉，给几滴芝麻香油。好，这个馅儿就做好了。好，我们包的时候要把馅儿放到中间，直接给它对叠过来，用你的虎口这样去收它就好了。收紧以后，我们稍微给它修一下，它就是个金鱼的形状。其实这个呢，你周末的时候可以包多一点，直接拿来急冻，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拿出来煮就好了。好，在煮之前呢，我们还是调个底料。这里盐还是不要放得太重，因为我们的这个馅儿里面已经有盐味了。这里呢，汤只是有点味道就好了。好，给少许的这个糖，生抽来一个1勺半。好，芝麻香油来半勺，加入一点葱花。和这个虾皮，少许的这个紫菜。好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下入馄饨。好，烧开以后呢，中途的时候我们适当给它点点凉水，可以让它冷热收縮，这样的话它更有筋道一些，而且也容易熟。好，烧开以后呢，一般我们点个2、3次水就好了，点个3次或者2次都可以。熟了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给碗里给点水。这个水呢不要舀得太早，你太早了它就完全凉掉了，就是我们的。馄饨煮熟之后呢，我们再加入水，先给它搅拌一下。好，煮熟的馄饨呢，直接放到碗里。好，最后一个馄饨呢，给大家尝一下味道。
首先入口之后呢，你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它虾肉是很口弹的，外表这个馄饨皮它是很薄的，加上这个汤呢配了这个紫菜和这个虾皮，它就是另外一种鲜，两者结合在一起，非常的舒服，吃起来很美味。包括这个形状，你可以根据你的爱好，比如你可以包成什么元宝形啊，也可以包成三角形啊，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。这一期就给大家分享6道非常健康又美味的早餐，希望大家都能喜欢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钓的偶像。